今天介绍这部2023美国恐怖新片《收割季节：深山老林的救赎》。话说在森林里的一间木屋，屋内挂满了刚收割回来的大麻植物。漂亮的玛丽正在采集其中有用的部分，突然她那剪刀的手不再听大脑的使唤，竟然调转剪刀，慢慢朝着自己的喉咙移动。她的眼中充满了惊恐，还不停地抵抗着，然而一点作用都没有。这一幕被进来的姐姐艾琳看见，她吓得大气不敢出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剪刀捅向玛丽的喉咙。与此同时，艾琳发现自己的手指和脚趾也被什么给控制住了，无法动弹。这时尖尖的剪刀已经刺破了玛丽的喉咙，艾琳就这样看着妹妹硬生生地去领了盒饭，而自己的身体却连痛哭和呼喊声都无法做出相应的反应。与此同时，在一个隐秘而且黑暗的房间里，一只怪手比划着，他正在控制着艾琳，逼着他捡起地上那把剪刀。很明显，刚才玛丽就是被这只怪手控制的。渐渐，艾琳做起了跟玛丽同样的事情。艾琳想用左手挡住右手，怎奈一点用都没有，最终还是刺破自己的肚子，也去领了盒饭。而在那个神秘的地方，渐渐出现一个女人，而那只手就是她的。看完这一幕，我觉得这部片子的恐怖元素还不少，灯光的运用让恐怖氛围感到异常的强烈，充满了邪气。那么两姐妹为什么会自杀？那个会法术的女人是谁？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黑妹开的车子又坏了，她今天已经是这个月的第3次迟到，经理早就对她很不满，当场开除黑妹，就连给她申诉的机会都没有。现在黑妹失业了，她基本上是走投无路了。她几乎没有什么积蓄，房东也在催缴租金，如果这个月再不付清的话，她就要露宿街头。晚上，黑妹跟闺蜜大乔去酒吧里散心，她们遇见了老朋友小美，她最近新交了男友皮特，此人也来酒吧一起玩。没想到他还有一份工作介绍给他们，而且是高薪，工作内容就是去山里收割大麻，用时需要2周，而且支付的是现金。小美信誓旦旦地保证皮特的人品，皮特就强调已经有3人约好了，明天就去山里。皮特留下了自己的电话，这让大乔和黑妹有点心动。第二天一早，大乔开着车和黑妹来到皮特约定的地点，在那里他们遇见了另外3个人，他们都是女性，分别是长发妹、卷发妹还有短发妹，不过此人是变性而来的。他们就这样互相认识了。这时皮特赶来，他带着大家上了他的车，他不让黑妹开车跟着他走，说是山路非常不好走，他们的车会受不了的。艾琳和黑妹只好上了他的车，这一路还真是崎岖无比，颠簸的厉害。还好车上放了大量的靠枕和棉被，缓解了山路的颠簸不适。车子开了很久，终于来到一个偏僻的大门，刚一进去就出来2个开着山地车，身上挂满武器的大汉。他们跟皮特很熟悉，然后领着大家来到一处山坡。皮特分配卷发妹和短发妹住在帐篷里，而其他3人就住在木屋里。没错，这个木屋就是那个片头死过人的木屋。随后皮特通知大家1个小时去餐厅见，老板娜娜为他们举办欢迎鸡尾酒会。到了晚上，大家都坐在餐桌前聆听娜娜的欢迎致辞，同时还来了娜娜的2个儿子，分别是大卡和小卡。这个大卡一看就是凶神恶煞的样子，而小卡就显得文质彬彬，2人外貌相差太大了，不像是亲兄弟。随后他们开始喝酒嗨皮到深夜。第二天大家开始干活，大卡亲自拿了一把剪刀，做了修剪大麻的示范。这份工作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容易赚钱，要很细心才能做完全套流程。就在这时，皮特背着一个包跟大家打招呼要离开这里，这下把黑妹搞紧张了，就追上去问皮特什么时候回来。皮特走得特别快，而且告诉黑妹2周以后他会来接他们回去的。皮特让黑妹安心待在这里工作。半路上皮特终于憋不住了，开心的大笑起来。那5个人已经被他当猪仔卖了，这一趟他赚了不少的钱，那个背包都被美刀塞满了。看到这里啊，我有点小感触，这千万不能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要给自己留点余地，否则真的到了那一天，自己就会失去理智的判断。这个农庄是处于大山的深处，没有车简直就是寸步难行，中途就算有人想不干这份工作都不行。在随后的工作中，卷发妹不小心用剪刀把自己的手掌剪破，直到血流了出来才发觉，原来她得了一种怪病，先天性对疼痛不敏感，也就是说身体在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也没有丝毫的反应。大家都非常的震惊，随即对卷发妹表达了深切的关心。第二天早上，黑妹和长发妹一起去吃早餐，娜娜故意把黑妹领进地下室看一样东西，其实她的目的是想让长发妹一个人留在上面。果然长发妹中招了，她的品行原本就不好，喜欢偷偷摸摸，
这次也不例外。他偷拿了壁柜里一块红色的某种果实放在身上。到了深夜，他们还在加班。等短发妹和卷发妹离开后，长发妹忍不住拿出来给大乔和黑发妹看，大乔就忍不住批评了他这个不良的行为。长发妹根本没有把这当一回事，随后点燃了果实，吸了一口，顿时出现了幻觉，但是很快又消失了。接着整个人开始不舒服了，开始不停咳嗽和喘息。大乔和黑发妹都看傻了，就眼看着长发妹越发的严重，先是口吐鲜血，慢慢鼻子和眼睛也开始流出血液，也就是俗称的七窍流血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长发妹自然是活不下去，随后在倒地上不停的抽搐。黑发妹出于好心就不停的扶住长发妹，哪知就在长发妹暴毙身亡的前一秒，竟然从口里喷出一阵烟火。黑发妹就比较的倒霉，还被她吸进了肺里，也开始了咳嗽。就在这时，大家听见动静陆续赶来，尤其是小卡扶住长发妹沉默不语，他应该知道出了什么事情。没想到娜娜和大卡也来到这里，他一脸的无所谓，命令大家回去睡觉，让大卡把长发妹的尸体抱走。小卡就想把地上的血迹擦拭掉，娜娜让小卡不要再管这些事情。黑妹稍微缓解一下，两人就回床上休息。随后黑妹还做了一个噩梦，里面出现了娜娜和一个陌生的女子，没错，那个就是片头自杀的女人。黑妹被吓醒了，再也无法入睡，白天工作也没有了精神，老是出现关于娜娜的幻觉。问题是在幻觉里发生的那些事情感觉还很逼真。半夜短发妹想逃离此处，就孤身一人在山里寻找回去的路，其他三人看她不见了，就到处寻找。他们不知道卡拉米一到晚上就四处巡逻，就是为了防止他们逃出去。随后卷发妹和大乔还有黑妹被卡拉米带回木屋，短发妹很幸运的遇见小卡，她也想离开这里，于是两人就一起寻找出路，毕竟小卡对这里很熟悉。很快他们就找到出去的路，但是被大卡拦住，小卡就让短发妹赶紧走，不要管他，而他们两兄弟就在那里打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娜娜脱掉常年佩戴的手套，哇塞，这双手看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。她开始做法事，拿起了一把古香古色的短远处的短发妹渐渐被控制住，大卡把小卡狠狠地揍了一顿。最后短发妹在娜娜的操控之下朝着密林深处走去，剩下的三人被卡拉米用枪指着，让他们安静的在木屋待着。他们听见短发妹的尖叫，根本就坐不住。卷发妹对此不服，卡拉米可不惯着他。No, seriously. He can't. 哎呀，这下就捅了马蜂窝。卡拉米发现卷发妹鼻子虽然流血了，但是她一点疼痛感都没有表现出来。正在惊讶之际，被卷发妹拿起小电风扇敲击卡拉米的头部，瞬间卷发妹反杀成功，然后那支枪被她拿在手上。另一边，娜娜把短发妹引导去了一间神秘的帐篷，她现在唯一能控制的人就是短发妹。然后娜娜开始了某种祭祀的行为，短发妹却变成了祭品。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娜娜的遥控之下完成。娜娜让大卡在短发妹的身上取了一样东西交给她，然后放进了花盆里。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这里面最大的黑暗之源应该是这棵树，娜娜应该是从那棵树那里获得神奇的能力，作为交换，娜娜时刻要为那棵树奉献祭品。但是这一次没有那么的好彩，因为卷发妹等三人出现，彻底把娜娜现有的成果全部打掉。很快三人拿着枪找到了那棵神秘之树，但是他们又很快被娜娜远程控制。先是大乔捡起地上的木棍，不停地敲击自己的头部，这谁受得了？与此同时，小卡从昏迷中醒来，就拿起一把长柄斧子偷袭了大卡，两人开始了生死决斗。黑妹受到了娜娜的控制，竟然要掐死大乔，而娜娜已经感知到两个儿子在自相残杀，顿时乱了方寸。她来到了两个儿子倒下的地方，目睹了这一切，顿时发出狂叫。可这有什么用呢？人死不能复生。娜娜回到别墅，使出全身的法力，把卷发妹和黑妹遥控过来。娜娜说完一通废话之后，三人最后开始一番厮打。卷发妹充分发挥没有疼痛感的优势，抄起一把长柄斧砍断了娜娜的一只魔手，但这似乎没起多大作用。
娜娜照样把两人打的连连后退，但是娜娜的遥控能力却大为减弱，她只能先对付卷发妹一人，搞得她濒临死亡，而黑发妹趁机扑上去，重伤了娜娜另外一只魔手，最终还是用玻璃碎片切了下来，这让娜娜完全失去了法力。等黑发妹再去看卷发妹时，她已经领了盒饭。最后小卡独自离开别墅，不管母亲娜娜的死活，但不知为何黑发妹却继承了娜娜的黑魔法。小卡亲眼目睹她是怎么把一个卡拉米遥控过来的，然后献祭给了那棵树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，看样子还要拍第二部。我认为本片拍的还行吧，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。本来是挺好的一个故事设定，但是不知为何导演在中间部分拍摄的有点拖沓，完全可以砍掉20分钟的篇幅，这样整部片子就会看起来很紧凑。黑妹的演技不错，长得漂亮也可爱，选她做女主还是不错的。总之本片在小成本的恐怖片里算是可看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